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慢食慢语。今天我们来做一坛泡菜。其实我家里一直都会常备泡菜的，因为不仅做小菜很合适，拿来入菜也很方便。然后做泡菜之前，你首先需要准备这样一个大的玻璃瓶子，要把它洗得非常干净。最好是可以用开水把罐子涮一下。接着倒高度白酒继续涮一下，保证它完全干净。接着我们来准备泡菜水了，在2升清水中加盐，最好用不加碘的海盐、糖、花椒、八角、香叶。煮开之后，让水凉到室温。接着可以来准备各种菜，白萝卜去皮，切粗长条；莴笋去皮，也是切粗长条；荷兰豆去蒂头去筋；卷心菜切块，去掉中间的硬核。我还放了小胡萝卜、辣椒，完全洗净晾干之后去掉蒂头。我用了好几种辣椒，有尖椒、小米辣和青椒。准备好的菜都放到罐子里，注意所有的菜都要保证非常干净，没有水分。接着再放去过皮的姜，去了皮的蒜头，把完全冷却的泡菜水倒进去，水的量应该是可以没过所有的菜的。你可以根据你罐子的大小去调整水的量。最后封口之前再加2勺高度白酒进去，之后盖上盖子。在这里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泡菜形成的原理，因为在日常生活中，像空气啊、水啊，还有菜上面都会有一些乳酸菌，然后它可以在厌氧的环境下工作，所以这一坛里头没有氧气嘛，它会在里头存活，然后产生一些乳酸，让这一坛水就变得有酸味儿。这个酸味的水它又可以抑制其他细菌的存在，最后呢，这坛菜在这个酸味的水的浸泡下就会入味儿。这个乳酸菌是绝大部分腌制食品中都会有的。可以看到罐子里会发生一些微小的变化。泡菜水会慢慢有一点变浑浊，泡制过程中会产生气体。头几天每天开一次罐子排一下气。现在这泡菜已经泡了几天，差不多好了。然后呢，我把这个长江豆另外泡了一坛子，因为它需要泡的时间比较长，和别的菜放在一起的话可能会串味儿。然后泡好的泡菜你就直接夹出来吃就好了，但我觉得拿它入菜非常的好。像泡椒，你就可以做所有泡椒类的菜，然后其他的泡菜呢，你可以简单的炒个肉丝。把罐子里的泡菜捞出来切丝，可以用卷心菜、白萝卜、胡萝卜、荷兰豆、泡辣椒，还有泡过的姜蒜都可以用。莴笋的话，我喜欢直接吃。下面我们就用泡菜来炒个肉丝了。切好的肉丝加生抽、盐、料酒、香油、淀粉，抓匀之后稍微腌制一下。起油锅，腌过的肉丝下锅滑熟，看到它变色之后立刻盛出来。接着再倒一点新的油进去，爆香蒜片和姜片，把泡菜、泡椒下锅去炒，炒出香味之后，肉丝回锅。尝一尝够不够咸，可以加点盐还有糖调味儿。起锅之前加一点香油，可以加点水淀粉勾一下芡，加入新鲜的红辣椒，还有香菜段，稍微拌匀就立刻出锅了。这是一道很快手的下饭菜，酸香辣，吃起来也很爽口，最适合现在这种3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吃了。
好了，今天的泡菜做好之后，其实你可以衍生出很多的东西来啊，像这样直接切块当个小菜上桌就可以。刚才做的这个泡菜炒肉丝是个很好吃的下饭菜。刚才还有一坛单独的酸豆角，泡好之后呢，你可以做成酸豆角炒肉末。另外我还泡了一罐这种泡椒，这个也是我单独泡的。泡椒泡好之后，你可以做泡椒凤爪之类的菜。总之呢，有这样一坛泡菜之后，你就打开新世界的大门了。那今天就到这儿了，希望你们喜欢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。喜欢我的节目，不要忘记点赞以及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或者喜欢我本人的话呢，也可以订阅我的频道，每周3都有节目更新。咱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